你认为国家为什么要93阅兵，拉着飞机大炮秀肌肉？嚯，这里面的小套路比电视剧还精彩！上万人的方队，百架战机，藏的除了大国博弈，竟还有与你我息息相关的红利。别着急，咱们马上发车。首先啊，咱得说说这93阅兵的规模。2025年的93阅兵那可是相当盛大啊，编设了45个方队，动用上万人、上百架飞机、数百台地面装备，场面那叫一个壮观。不过呢，这么大规模的阅兵，那肯定得花不少钱吧？没错，举办阅兵确实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但是咱换个角度看，这钱花的值啊。就比如说这装备方队吧，里面展示的可都是咱国家的先进武器装备，像新型坦克、舰载机、歼击机等等，还有一些高超声速、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先进装备，这些可都是国之重器啊。研发这些装备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而通过阅兵展示出来，一方面呢是向全世界展示咱们国家的军事力量，让那些对咱们有想法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呢，也能促进咱们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您想想啊，研发这些先进装备需要用到很多高科技材料和零部件吧，这就带动了上游原材料生产企业、零部件加工企业的发展。比如说生产新型坦克的装甲可能需要用到特殊的钢材，那么生产这种钢材的企业就有了更多的订单，就能扩大生产规模，招聘更多的工人，这就促进了就业。而且为了满足装备的高性能要求，这些企业还得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这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再说说这阅兵的训练吧，咱们的军人那可是训练有素，为了在阅兵中展现出最好的状态，那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刻苦训练，在训练过程中需要用到各种训练设施和物资吧，比如说士兵们的服装装备、训练场地的建设和维护等等，都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但是呢，这些投入也不是白费的。就拿训练场地来说吧，一些阅兵训练场地在阅兵结束后可能会被改造成民用设施，比如体育场馆或者大型活动场地，这就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而且啊，这阅兵还能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呢。2025年的93阅兵那可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啊，很多人都想到北京来亲眼看看这盛大的阅兵仪式，这就使得北京的酒店、餐饮、交通等行业迎来了一波业务高峰。比如说阅兵期间，北京的酒店入住率肯定会大幅提高，酒店的收入也就增加了。餐饮行业也是一样，来自各地的游客都得吃饭吧，这就带动了餐馆的生意。还有交通行业，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出租车、网约车，客流量都会增加，这对于相关企业来说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啊。不过也有人可能会说，举办阅兵花这么多钱值不值啊？咱先不说这阅兵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就从经济角度来看也是很值的。您看啊，阅兵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广告，向全世界展示了咱们国家的实力和形象，这对于吸引外资可是很有帮助的。想象一下，如果咱们国家像隔壁三哥一样治安不咋地，还专门收割外企，你说还有外资敢去吗？相反，一个外国企业看到咱们国家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装备，就会觉得咱们国家的社会环境很稳定，投资环境也很好，就更愿意到咱们国家来投资建厂了。而且阅兵展示出来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也会让国内的企业和投资者更有信心，更愿意在国内进行投资和创业，这对于推动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那可是有着长远的影响啊。另外呢，这93阅兵还能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您想想啊，阅兵这么重大的事件，肯定会有很多媒体进行报道，会有很多文艺作品来表现，比如说会有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作品来展现阅兵的筹备过程、历史背景等等。这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不仅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阅兵的意义，还能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就拿电影来说吧，如果有一部关于93阅兵的精彩电影上映，肯定会吸引很多观众去观看吧，这就会带动电影院的票房收入，而且电影的周边产品，比如海报、玩具、书籍等等，也会有一定的市场需求，这对于整个文化产业链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要说阅兵对股市影响最大的板块，那肯定非军工板块莫属了。每次一提到阅兵，军工板块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不行。你想啊，阅兵的时候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一亮相，
股民们一看这么牛的装备，那军工企业肯定赚得盆满钵满啊，赶紧买军工股啊。8月14日 ，A 股3大指数集体上涨，沪指盘中一度冲破3700点，军工板块却来了个小调皮，出现了回调。不过这可只是暂时的深蹲，因为9月3日大阅兵仪式在即，军工板块的热度越来越高，反复活跃的很。华福证券就特别看好阅兵后军工的表现，他们觉得2025至2027年在“14五”任务冲刺建军100年目标、军贸快速发展等多重催化下，军工工业的内需外需都会大幅增长，那主题型机会简直就是层出不穷，发展军工说不定就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呢。再看看航空航天 ETN， 它可是全市场军工含量最高的指数。跟踪的是国证航天指数，申办一级军工行业占比高达 97.86%。从2024年7月31日到2025年7月31日，国证航天指数收益率达到了 37.28%， 超过了中证国防指数、中证军工指数和军工龙头指数。这就相当于军工板块里的尖子生，每次考试都能拿高分。而且这次阅兵所有的受阅武器装备都是国产现役主战装备，还包括新型歼击机、无人智能和反无装备、超高声速、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先进装备。想想看，这些先进装备一亮相，到时候军工板块说不定就会像火箭一样，嗖的一下就飞上天了。观众老爷们，你们觉得军工板块在阅兵后会一路狂飙吗？还是会来见光死呢？赶紧在评论区交流交流。除了军工板块，还有一些板块可能也会跟着阅兵沾点光，比如说电子计算机、通信等行业。这些板块和军工的关系那可是相当密切啊。军工装备那么先进，肯定离不开电子、计算机、通信等技术的支持。就像那些无人智能装备，它们的运行肯定需要强大的计算机技术来控制，需要先进的通信技术来传输信号，同时也需要高端的电子元件来组成各种系统。所以，当军工板块因为阅兵而热度高涨的时候，这些相关板块说不定也会跟着喝口汤。8月27日 ，A 股3大指数集体上涨，电子、计算机、通信等行业就表现得非常强势。虽然国防军工当天出现了回调，但这并不影响这些板块的好心情，说不定在阅兵前后会继续保持这种强势的表现，给股民们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呢。201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分析人士就指出，受阅兵事件性因素的推动，通用航空、北斗导航、大飞机等板块有望再掀风暴。这次2025年的93阅兵，说不定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毕竟，阅兵展示的不仅仅是军工的实力，也是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体现。这些与科技相关的板块，说不定就会成为阅兵后的潜力股。大家觉得电子、计算机、通信等板块能跟着军工板块一起吃肉吗？还是会自己走出独立的行情呢？都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有证券公司通过复盘2009至2017年3次阅兵前后中信国防军工指数的走势及其收益率情况，发现军工板块在阅兵主题中的走势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性。在阅兵开始前，整体呈现 M 型走势，时长大概3个月左右，阅兵前1周有所调整，在阅兵完成后迎来反弹窗口，时长大概2个月左右。2015年的93阅兵的时候，军工指数自年初一直涨到5月27日，区间最大绝对收益 127%， 然后就开始暴跌，跌到7月9日见底。接着阅兵行情开始表现，7月9日反弹至8月17日，达到阅兵前最高点，区间最大，绝对收益 88%。之后军工指数又一路下跌，至阅兵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基本触底。再看看今年6月26日，早盘国防军工板块继续强势，再度领涨全市场。开盘仅1个小时，超55亿元主力资金就涌入了，这说明市场对这次阅兵行情还是非常期待的。而且今年军工板块还受到军贸需求、国际形势波动、低空经济等利好资金持续净买入中。截至2025年2季度末，军工 ETF 512660份额增长超 40%， 当前规模超156亿元。从历史规律和当前的情况来看，这次阅兵后军工板块似乎有很大的可能会迎来一波反弹行情。但是呢，股市这东西谁也说不准，说不定就会来个不走寻常路。所以啊，股民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冷静，不要盲目跟风。你们觉得这次军工板块会按照历史规律走，还是会打破常规呢？
前面咱们说了阅兵对股市的短期影响，那从长期来看，阅兵又会对股市有啥影响呢？这次阅兵恰逢“14.5”收官与建军100年目标冲刺阶段，参阅的所有装备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集中展示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武器装备研发水平。本次阅兵不仅是国家军事实力的集中展示，也是军贸出口的战略橱窗，或将推动我国军贸完成从性价比替代转向技术标杆，从单品出口到体系解决方案加服务生态，从市场参与者升级为规则制定者的3重跃迁。未来我国军贸市场有望持续扩容。如果军贸市场真的能够持续扩容，那对于军工企业来说可就是一个长期的利好啊。军工企业的业绩好了，自然会对股市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阅兵所展示的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也会提升整个市场对科技板块的信心，从而带动相关板块的长期发展。但是也有人觉得，阅兵对股市的影响更多的是短期的情绪刺激，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短期效果可能很明显，但从长期来看，股市还是要靠基本面来支撑。如果企业的业绩没有真正提升，那么阅兵带来的行情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就像安慰剂一样，只能让人暂时感觉良好。说到这儿啊，可能有观众会问了，那这93阅兵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啥直接的影响呢？其实啊，影响可不少呢。就像刚才说的，阅兵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就业。比如说，一个原本失业的人，因为阅兵相关产业的发展，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就改善了他的生活状况啊。而且阅兵展示出来的国家实力和科技进步，也会让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便利和安全。比如说，阅兵中展示的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可能会在未来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通信、交通、医疗等方面更加智能化。再比如说，先进的防空反导装备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让我们生活得更加安心。93阅兵还能激发咱们老百姓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这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也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当我们看到国家这么强大，我们就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也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这93阅兵也不是没有一点挑战，比如说在阅兵筹备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就需要在各个方面进行精心的安排和协调。比如说在集中训练点位的部署上，要尽量选择远离市区、居民密度较小的地方。在天安门合练时间的安排上，要避开工作日，安排在周末的夜间进行等等。这些措施虽然会增加一些筹备的难度，但是为了让阅兵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也尽量不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也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在阅兵之后，如何更好地利用阅兵的成果，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对于一些阅兵中展示的先进技术，如何将其转化为民用技术，让老百姓能够更快地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再比如说，对于阅兵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组织模式，如何应用到其他领域，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总的来说呢，这93阅兵不仅仅是一场盛大的军事仪式，它背后还蕴含着很多的经济机遇和挑战。通过阅兵，我们展示了国家的实力，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就业和消费，同时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了，我们也要不断的总结经验，充分利用阅兵的成果，让阅兵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能够持续发挥出来。最后，总的来说，这一次万众瞩目的93阅兵对股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军工板块是受影响最直接和显著的板块。阅兵前，军工板块已经在阅兵预期、军贸需求行业基本面改善等因素的推动下，出现了上涨行情。阅兵后，虽然可能会有短期调整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在“15”规划的支撑、军贸新格局的发展以及行业自身业绩的提升等因素作用下，军工板块有望继续保持良好的走势。同时，钢铁、旅游与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板块也会因阅兵间接受到影响，存在一定的投资机会。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策略，合理配置相关板块的股票，把握适合自己且可承受风险的93阅兵投资机遇。但需要注意的是，股市投资存在风险，投资者应谨慎决策，避免盲目跟风。好了，今天的视频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对于93阅兵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咱们下次再见。